同胞们，今天9月13日，1个月前，日本出动了大批的军队攻打上海，动用了数不清的枪支炮弹进攻上海。我国的守军在武器弹药都不足的情况下，整整坚守了1个月的时间，保护了国土和百姓。1个月来，日军以先进的武器发动凌厉的攻势，我军浴血奋战，守住了阵地。但是伤亡极重，更有许多无辜的百姓受到了战火的波及，或丧失了宝贵的生命，或是受到了轻伤、重伤。家园、房屋被炸、被毁。同胞们，我国的军民都是我们至亲至爱的父老兄弟和姐妹们，至今受到了外敌无情的杀害。敌人的野心是杀害我国的同胞，掠夺我国的领土，霸占大家的家园，因而发动了战争，侵略我国。同胞们，我们不能坐视，一定要团结起来，全力来抵御敌军，不让敌人的侵略得逞。回顾6年前，日本发动了9·18事变，强占我国的东北地方；5年前发动了7·28战役，攻击了上海。请看，我们的家园闸北被炸成了废墟，至今没能够复原。同胞们，我们要团结起来，大家要心诚有钱有闲有力出力，你也出来透透气啊！一股巨大的力量，共同来抵御敌人的侵略。同胞们，我隐居多年，不问世事，所以足不出户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世事我不能不问了。阿玛，明智在写史，而现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，应该是您史书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吧。你要说什么呀？孩儿以为阿玛会不吝笔墨，记述一些在这场战争中受害、受苦、受难、平时的小人物，例如姚大夫，一生济世救人，却死在敌人的炮火之下，似乎应了那句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。最可笑的是，他以身殉职的地方，竟然是他救人及时的医院。像这样的事，您不觉得很有意义，应该记述吗？你能体会到这层意思，说明你对人生的大义有了认识，很好。阿玛，孩儿有个请求。虽然孩儿无才无能，无所事事，是个闲人，但是可否恳请阿玛，在您著书立说的时候，允许我随侍左右，或者为您誊抄文稿？你怎么会有了这种想法呀？啊？就在此时此刻，我听到燕生在广播里面大声疾呼：“全民团结起来，共同抗日！”我听了之后，很受感召。我想做点有用的事情。燕生，你是说？就是我们的燕生，阿玛。他学成归来了，就在上海，在大学执教，著书立说，已是名家。他现在不但在广播里面大声疾呼，还在报纸上写文章，呼吁大家团结起来。我相信所有人听了之后都会感召，都会振奋的。
约她生了个好女儿啊。可阿玛，你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。广播听了一半，却让我心和肺都快被撕裂了。我知道我自己不如燕生，细细想来，我连联军也不如。联军整天帮助大家治病救人，人生很有价值，而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能，所以恳请阿玛成全孩儿的心愿吧。你现在想通了，还来得及。我也会有一个好儿子的。我刚到家，一切都好，前线也很好，士气高昂。有些事我想请你帮忙做一下，帮忙采买大批的消炎药和麻醉药。现在前线最需要这个，每天用掉很多，需要大量的补充。我想有了这些，大家可以坚守得更久一些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尽量去办的。再见。大嫂，二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出来工作，我跟蓝军商量好了，他在家里帮我照顾母亲和孩子，我出来看有什么能帮我做的。你看，这些呀，都是阿玛在戊戌年间所写的一些记事。当时，宫中、朝上、民间都处在沸腾当中。虽然我写的只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儿，也不是全部的史实，但是这些也足以能够作为那个年代的见证之一。当时阿玛很年轻，初入朝中，官职不高，历练见识也不多，却胸怀治国平天下之心，一心愿竭至尽忠，辅佐先皇，希望新政和新法能够振兴中华，安乐百姓。可惜的是，新法只推行了100日就失败了。失败的原因很多，也算是中华的命运吧。现在每当有人说起日本的武器优于我们，我就会想起往事。日本就是因为明治维新成功，才使国家富强起来。如果我们的新政新法成功，40年的积累啊，我们的一切都会强于日本的。老爷，老爷，少爷，什么事啊？老爷，太太找少爷，说要问话。太太想起了很多事情，尤其想起了舅老爷。太太说，舅老爷以前去过日本，现在打仗了，以后可别再去了。你跟他说我去接联军了，联军回来陪他说话，我在这儿陪阿玛。我就这么和太太说。阿玛，我不敢去跟额娘说，我真的不敢说。舅舅已经遇害了，老爷现在在牢里面。
你这是哪儿来的消息？听谁说的呀？荣安好几天之前已经跟我说了，他不敢跟您说，我也忍了好多天，没敢跟您禀告。舅舅的罪名是反满反日分子。我会接受你们的建议，写文章到外国报纸去发表，争取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和民众的关心。只不过，能否取得实质性的帮助，我觉得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。什么意思啊？您是说其他国家不会帮我们？倒没有这么坏，因为问题不是单方面的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当年日本发动9·18事变，当时我国政府也诉诸了国际联盟，许多著名的学者、作家也纷纷在外国报纸发表文章，的确是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，一致批评日本。国际联盟呢，也要求日本退兵，但是日本呢，反而是退出了国际联盟。把舆论当作了耳旁风，不但不听，反而变本加厉地侵占了整个的东北。那秦教授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国家其实和个人是一样的，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首先应该是自强自立，其次才是寻找援助，而且要有心理准备，外援是有一分算一分，不能打如意算盘，也不能有依赖心。我明白了。我接电话。喂。啊，好的，你们放心，我准时到。电台的电话，希望我再去做一次演讲，刚好。我可以把我在前线看到的所有的事情，都仔细地跟他们说一说。哎，对了，秦教授，您需要的消炎药还有麻醉剂，刘院长让我明天先拿一部分送给您。可是我送到哪儿好呢？送到电台，电台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，负责处理捐款、购买物资以及送到前线的事务。如果明天你忙的话，不用亲自送来。我还有几位热心的学生，他们可以去取的。好。同胞们，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、文化昌盛、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的国家。我们绝不允许日本以武力侵略、欺辱和占领，我们也绝不做亡国奴。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，拼全力来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家园。要以实际的行动和力量来支援现在在前线英勇作战、浴血奋战的战士们，捐出粮食和药品，使他们能够长时期的坚守下去。同胞们，我相信，在全民的支持下，战士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胜仗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工作。联军是我。他怎么样？他很危险。怎么回事？有人朝他开黑枪，我们都怀疑是日本特务干的。幸亏他低头弯腰向司机致谢，否则就命中心脏。也幸亏那个司机认识医院，出事以后及时把他送到这儿，为我们争取了抢救的时间。严重吗？左胸中弹，手术有一定的风险，刘院长亲自为他主刀。
最担心的还不是手术是否成功，而是那个开黑枪的人。也不管他是不是日本特务，其实他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想要秦教授的命啊！秦教授又是名人，身受重伤，这本身就是大新闻。住在咱们这里的消息也肯定会走漏出去。可是凶手一旦知道了，很可能继续追杀过来呀。咱们这又是医院，每天人来人往的，数都数不清，而且都是陌生人。一旦凶手混进来，咱们根本就认不出来呀。你说的对，如果他们知道了秦教授还没有死，肯定会继续追杀他。关键就在这里啊！我有个对付凶手的办法，用古人的诈死。各位，我以非常遗憾和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宣布，我们最敬爱的秦燕教授，于今天下午返家时，遭到了不明人士的开枪射击后，送到我院抢救。本院竭尽全力施救，但秦教授终因伤势过重、流血过多、子弹逼近心脏等原因而告不治。那么，请主治大夫说明一下秦教授受伤的情况，到院时的伤势和抢救的经过。好的。一切都很正常，只是没醒。如果有苏醒的迹象或其他什么变化，赶紧通知我。是。睡吧，小喜。小双，小双，醒了？怎么才回来啊？家里都睡了。关门。嗯。哎，谁在哭啊？苏秦，苏秦，怎么了？谁给你起手了？你说。秦教授死了。谁跟你说的？广播里说的，说他被坏人杀死了。你不要在这儿说，回房间说啊。来嘛，别哭了，真别哭了，回房间说。刚才广播里说了很多遍，说有人朝他开枪了，有人朝他开枪了。哎，但是又不关你的事儿，你哭什么呀？我不管他是，不管他是谁，我听他的演说，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，我要照着他说的去做。可是来不及了，他死了。别哭，本来我不能跟你说的，我偷偷的跟你说了，千万别告诉别人。什么？他没有脱离危险，在抢救，但是没死。可是广播里
大家都竭尽全力在抢救他。可是广播里说，不掩人耳目嘛，害怕凶手再行凶。广播里还说要严惩凶手。估计很难。这次不太可能被抓到。燕生没有人与结仇，不会与人结怨，也没有什么钱财被人窥见。我们推测，就是因为他呼吁抗日，所以日本人想杀他。至少也是日本人买通的人，反正跟日本有关。这次啊，一定是有计划、有组织的。你也知道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很难对付。我明白了。明白就好，别哭了，早点睡吧，我要去阿玛的，之后还要回医院呢啊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哎呀，明天说不就行了吗？可是你上次说了明天说，结果等了好几天。你听我说说好不好？说吧。我想去去给秦教授做点事儿。行，那你让他明天过来吧，看看有什么事儿他能做的。要不然，你找点简单的事儿让他帮着你做。嗯，太好了，我回去告诉他，他一定很高兴。他呀可缠了我一上午呢，说是连扫地的事儿都愿意做，只要能来。我都整理好了，这是存量不多的几味药，该准备进货了。哎，你去把周管事请过来。嗯。刚才你们俩的对话我都听见了，二妹，我真佩服你的度量，这天恩的前妻和小妾你都能接受，还能这样子对待他们。这不是度量的问题。其实，从我内心深处，已经将陆天恩放下了，就当没有他这个人存在。只有这样想，我才能以宽容的态度去面对他们。不说秦教授，就说周素琴吧，他想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不想再做笼中的小鸟。他这么想是对的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帮他呢？帮他脱离他以前的生活方式，做一个有用的人，能够独立自主的人。你说的是没错，可这世上毕竟还有陆天恩这个人。最近我也总免不了替你担心，你说你和天恩这样的夫妻处下去，这将来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呢？没有结局，我们两个之间不需要有结局。这就是命运，我只要认命就可以了。其实秦教授说的很对，我比陆天恩要幸福，因为我有份工作，有了工作，生活就会充实，日子就会好过。老爷，进来。老爷，刚才荣少爷来电话，说得到消息。日军在金山卫登陆，守军是腹背受敌，已经决定撤退了。上海即将实现，他让老爷提早做点准备。那我能准备什么呀？哎呀，届时啊，市面上一定会大乱。日军入京以后，保不齐就要烧杀掠夺呀，难民逃亡，秩序也会大乱呢。租界里的情况恐怕会好一点，咱们也能帮别人一点忙啊。你马上找人啊，把咱们租界里的房子都收拾一下，万一有人躲进去避难，也有地方待呀。还有，主动给亲戚朋友都打电话，让他们都去避一避。亲友，也就是蓉儿姑娘一家。
那让他们先过去啊。好。哦，老爷，您看是不是给秦教授也留意见呢？也好。哎，少爷是不是还在医院里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他醒了。那太好了，我能去看看他吗？现在不行，他还在观察期，住在加护病房。你先耐心等几天，等到刘院长同意他转到普通病房，就意味着没有大碍了。到时候可以去看他。好啊，我等等。你回家等吧，等他转了病房，我会找人通知你的。反正我也是闲人一个，我就在医院等。想等你就等吧。这些钱是阿玛同意了，给燕生付医药费的，你转交给他们吧。难得你有心，想得真周到。不过，我也不能做这个决定，还是等秦教授转到普通病房，你跟他说吧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也算是你的心意。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我让你交给他。秦教授愿不愿意接受你金钱上的负责，任何人都不能为他做决定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尊重他。我比你更了解他，请你转交给他。秦教授，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您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您千万别多想。这样做非常好，我十分理解，因为这是对我最好的养护。您知道吗？为了不让别人怀疑，我们还用了塑料人体模特，买了棺材，设了灵堂，并且您任教过的学校、相关的艺文界、学术界都开了纪念您的追悼会，并且让天恩以家属的身份出席。天恩也来这样的场合了，他没有穿帮啊。其实一开始我们最担心他说话口无遮拦的，我们就告诫他要做出很伤心的样子，低着头，如果有人慰问他，就让他说谢谢，别的话都不许说。我不放心，还让大顺陪着他。结果呢，他表演得很好，没有露出任何破绽，好多人都认识他了。只不过好多人一见到他就叫他秦先生，够为难他的。一个公子哥，胆子很小，从来不敢做冒险的事儿。他是胆子小，他不敢去，可是又不敢不去，因为这么做是对你有利的，他又得硬着头皮去。是该给他点事儿干了，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该懂得什么叫做责任了。前2天他一直吵着要来看您，我告诉他，您没转到普通病房前是不准探视的。他呢，每天就眼巴巴地等着。
让他等着吧，反正也和他没什么可说的。倒是和你，想和你商量一些事情。首先，我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这个我也不好说。其实就单您转到普通病房的事儿，我们就讨论了好几次。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，我们觉得您还是住在这儿好，因为普通病房私密性不强，加上凶手没有抓到，住在这儿比较安全。我真是想不透，为什么会有人要置我于死地呢？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日本特务干的，可是现在还没有破案，就很难防范。即使他们相信你伤重不治的消息，可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高警惕。那好，我就继续住在这里。反正我是伤重不治，也不能在社会上走动。不会的，等到我们打败了日本人就可以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，将真相公布。我还真盼着这一天，这也算是我的复活日。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，我有信心。现在战况如何了？一样是坚守，已经坚守了3个多月，很多外国人都认为这是个奇迹。不过最近情况有所改变，这2天日军的炮声和轰炸声明显减少，但是报纸上又说这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说他们改变了战略战术，从主部队调走了一部分人，要从其他路线进攻。国军有应对的办法吗？不知道。这样吧，我拿一个收音机到您的房间，您就可以收听新闻了。现在电台还常常重播您的演说呢，还有我们大家怀念你的谈话，你都可以听得到。我还真想上我自己的灵前去上香致祭，参加我自己的追悼会。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，以后有时间我一定要好好把它写下来。对了，代我谢谢你的大嫂，费心替我整理了这些。额娘，没事儿。这上海的驻军虽然撤退了，他们只是为了保存实力，为了将来能够继续奋战，不是？您再想想，咱们的房子是在法国租界里面，就算是上海整个都被日本人占领了，他也不能打到租界里面来，是吧？俺们还说，看看能不能把租界中其他老太太留的房子清理出来，要是万一有那些逃到租界里面避难的人，可以给他们住住。而且还吩咐说，让我们把蓉儿跟那小孩接过来住，您看行吗？他怎么说，就怎么办吧。哎，这些也都是好事儿。原本这些房产呢，都是老太太留下的。我们托老太太的福，不但自己有房子住，还能帮些人，这也算为老太太积善行德吧。是啊，是啊。那就让大顺去办吧。哎，我现在去通知他。嗯。春茂、秋云，你们跑哪儿去了？撤军是为了保存我军。听多了，心情不好。别想外头的事了，我扶您在屋里走走路吧，养好身子要紧。王小姐，小周，我和汪小姐有话要谈，麻烦你回避一下，可以吗？好的。
听到广播了。别难过，守军撤退，并不代表着我国战败。撤军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，和日军做长期的抵抗，获得最后的胜利。我明白。坐。其实，连我也一样。明白归明白，心里也是很难受的。只要是中国人，都会难受的。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，这是时代的命运，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与生俱来的使命让我们要为这个时代、为国家而奋斗。这也许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呢。一场仗的胜负不算什么，城池实现了，我们还能再夺回来。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持续的奋斗下去。秦教授，您看事物的角度和想法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您的胸襟气度就是比别人大，就算身负重伤，你依然能够继续奋斗。我跟您相比，太惭愧了。联军，我也是个平凡的人，唯有2次到外地学习的机会，才让我有所改变。一次是到北京，一次是出国。当时看着广阔的世界，我真的觉得我张开了翅膀，背着理想，背着希望，望着远方。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努力学习，让我自己能够强大，能够茁壮成长。所以，您才会放眼看大时代，关注中国的命运。我对中国命运的关注，以及对历史、对文化的感受和所产生的使命感，从书本上得到的只是一部分，而生活的历练，却让我得到了更多的启发。联军，我相信你也会有感受，因为陆家。我那段不愉快的婚姻虽然只是维持了很短的时间，但也让我对陆家有了深入的了解。通过这个家族，他和清室的关系，他们所保持的那种传统的文化生活和经历的历史变故，以及每一个人内心的世界，我忽然对历史、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。这些是在书本上得不到的，要远比书本上更加丰富，更加深刻。不愉快的经历反而会收获更大，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。阿妈，您交代的我都已经做了，我跟额娘都说得很明白了，只是没敢在额娘面前提起燕生。你也知道额娘不太喜欢他，所以我就没说。也罢，反正屋子照留，必要的时候再跟他说吧。你呀，还是先约请燕生吧。其实燕生一直在加护病房，医院规定是不能探视的，只有联军可以。这2个月其实我没见着他呢。等他痊愈了，你不就可以探视了吗？总会有这一天的。阿妈，其实我可以让联军帮我问问。天恩啊，你已经不小了，你要学会勇敢地面对。不就是说几句话吗？又不是让你
下泰山一朝北海的事儿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看看你这2任妻子，啊，遇到困难都是勇往直前、奋斗不懈，这都是你的榜样。我只是害怕他拒绝我。即使拒绝，也要面对。那我马上去说，我自己说。